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中，国家无需借债即可自给自足，财政健康，经济繁荣。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大相径庭。国债这个听起来似乎充满负面含义的词语，实则是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政工具之一。但是，国债真的是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吗？为什么即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会选择走上借债的道路？国债的产生有着复杂而多样的原因，一方面，它是政府为了资助公共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国债也是应对经济衰退、实施财政刺激计划的一种手段。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或自然灾害，国债更是迅速筹集资金的有效方式。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债总额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数目。美国政府之所以借债，一方面是因为其持续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但长期看来，巨额的债务负担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国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深刻影响着政治决策和国家安全。债务的增加意味着政府未来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这将占用大量的财政资源，可能会挤压公共支出，影响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供给。但国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国债能够为此提供必要的财政空间，帮助经济恢复增长。此外，适度的借债也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投资和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即使面临这样的风险，各国政府还是选择借债呢？原因在于，与其他经济政策工具相比，国债提供了一种相对灵活的财政调节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预算，应对紧急情况，甚至影响利率和货币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债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古代国家为了征战、建设或应对灾难，也会采取借债的方式。比如，在18世纪，英国就大量借债以资助其与法国的多次战争。这在当时是推动英国成为世界霸权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英国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直接影响到了其后续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在考虑国债的利弊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债务管理成为了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不仅需要精心规划财政预算，还要考虑到经济周期、利率变化等多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过高，可能会导致信用评级下降，增加借债成本，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国债的故事既是经济学的，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策略、政府的财政纪律，以及社会对于公共资金使用的期待与要求。在这个复杂的议题中，每个人都是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我们的税金、我们的社会福利，乃至我们的未来，都与国债这个貌似遥远却实际上息息相关的主题紧密相连。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国债经济发展的双刃剑，答案可能并不简单。就像任何一把双刃剑，它的效果取决于如何使用。正确的借债策略可以为国家带来繁荣和增长，而过度的借债则可能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负。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有政策的智慧，也有管理的艺术，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思考。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国债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实例——二战后的日本。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情况以及其后实施的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债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深刻见解。战后的日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基础设施的破坏严重，工业产能严重不足，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为了重建国家和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国债发行。
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重建项目和其他公共投资提供资金，以快速恢复国家的经济活力。日本政府的策略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发行国债，政府能够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来重建战后破坏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公共建筑，这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其次，国债的发行还支持了日本政府对重要产业的投资，特别是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制造业，这些产业后来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包括建立一个稳健的财政框架，对国债的发行和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通过改革税制来增加政府收入，确保能够支付未来的债务服务成本。这些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10% 以上。国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为重建和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稳定和高效的财政体系，为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然而，日本的例子也展示了国债政策的另一面。进入1990年代，日本的债务水平开始急剧上升，原因是政府为了应对失去的10年期间的经济停滞不前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高额的债务负担开始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税负增加、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债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工具，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同时，它也需要通过财政纪律和适当的政策调整来管理，以避免长期的负面影响。国债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如何平衡短期经济刺激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通过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国债并非一成不变的坏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经济条件下，适当的国债政策可以为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但这也是一个需要谨慎操作的领域，需要政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远见，以确保财政政策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会危及未来的经济稳定。随着政策的实施，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证明了国债作为财政工具的有效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政策带来的变化也开始显现其复杂性，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和财政健康方面。通过对比日本经济政策实施前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国债政策的长远影响，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在政策实施的初期，国债的增加为日本提供了重建战后经济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被用于修复基础设施，支持关键产业的发展，以及刺激内需。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人们普遍认为国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外，政府投资引导下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一步巩固了日本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地位。然而，随着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国债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首先，高额的国债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未来的财政支出更多的用于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而非投资于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这种财政压力不仅限制了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科研等领域的支出，也减少了对新兴产业和创新项目的投资，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其次，长期依赖国债融资的政策使得日本经济对财政刺激过于依赖，减弱了私营部门的活力和创新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此外，持续的债务累积还加剧了市场对日本财政健康的担忧，影响了国家信用评级和国际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的信心。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日本的例子揭示了国债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同时，长期则需面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挑战。这一发现不仅适用于日本，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更加审慎，确保财政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些国家开始探索更为灵活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框架，这包括改革税制以增加政府收入，优化公共支出以提高效率，以及引入债务管理策略来控制债务水平。同时，强化私营部门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总之，国债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深刻的经济变革，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伴随着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提醒我们，虽然国债是实现财政目标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但其长期效应需通过持续的政策调整和财政纪律来管理。这一平衡的寻求，不仅是对政策制定者的挑战，也是全社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共同责任的体现。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探讨了日本国债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之后，我们进一步扩展视野，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类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债政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复杂性。以希腊为例，这个国家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成为焦点，其经历深刻地展示了过度依赖国债融资的风险。希腊政府长期的高支出和低税收政策导致国债水平急剧上升，最终失去了市场的信任，导致融资成本激增，陷入债务危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希腊自身的经济稳定和增长，也对欧元区的财政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希腊的案例警示其他国家，无节制的借债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当国家缺乏有效的债务管理和财政纪律时。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国债政策和管理方式对全球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资助其庞大的公共支出，包括军事开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虽然美国的债务水平一直较高，但由于其经济规模大、货币政策灵活，以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持续借债。然而，长期累积的高债务水平仍然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可持续性构成挑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和财政管理来应对。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债政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在全球经济中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可能通过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化密切联系的今天。因此，对国债政策的审慎制定和管理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国债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但其持续增长的债务负担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各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国债政策时，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不仅需要精细的政策设计和严格的财政纪律，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以共同应对债务带来的全球性挑战。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和探讨，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债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议题，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今天，有效的国债管理和财政策略的制定，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未来，也是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基石。